什么声音啊？像是从井底传出来的。不行，这井底关着的可是罪匪，如今我都自身难保，可不能惹祸上身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这个偷吃东西的臭狸猫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住手！哎，别跑，快点抓住他！他不就是偷吃点东西吗？哟，沈渊，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，和你那个被砍头的爹一样。以后啊，可别再偷吃了。要是被他们再抓到一次，就真的死路一条了。畜生尚且艰难求生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救不了，可是喂口吃的，总可以吧？有人吗？我给你带了馒头，就在那个篮子里。该不会死透了吧？你还活着？你都吃了，这馒头又冷又硬的，没办法，我们这些冷宫的宫女，每天的餐食就只有这些。你慢点吃啊，别噎着。你是谁？这声音，你是男的？孙嬷嬷说井底关着的是个罪匪，可怎么会是个男的？孙嬷嬷骗了我们。别怕，我没有恶意。我怎么可能不怕？一个需要用这种方式被掩盖的男人，必然身份和仇家都是通天的。你是谁？我罢了，我不需要知道你的名字。多谢你的馒头，这是我3年来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。他被关在这整整3年，每天被扔石头，没有食，没有水。那这3年，你都是怎么活过来？你快走吧，这太危险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他明明那么渴望活下去，却在劝我离开。爹娘当初被砍头时也是这么说的，让我离开。我明天会再来的。昨晚没有睡好。回嬷嬷，昨晚做了噩梦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动作都给我麻利点，耽误了填井时辰，我要你们好看。磨磨唧唧的，动作快点！行了，今儿的差事完了，都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是。另外，别给我偷奸耍滑有小心思，谁要是动了什么不该有的念头，哼，小心你们的皮肉。是。这日子一天天丢石子儿，一天天挨骂。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好了，别多想了，走吧。
等等，你不用告诉我你是谁。以后你把东西放下，就敲3下警言，然后就离开。我听到声音再去，这样对你都安全。没想到他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安全。好，还有，我受了伤，很重。如果你能找到一些金疮药和干净的布条，我会感激不尽。当然，如果太过困难，就当我没说过。是金疮药，那是宫里管制最严的东西之一，只有太医院和守卫营才会有。我一个冷宫的宫女，怎么可能弄得到？我试试吧。多保重。沈渊啊沈渊，你上哪儿去弄金疮药啊？你为什么要答应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？疼？这宫里到处都是眼线，我一旦靠近药房，第2天我的尸体就会出现在乱葬岗。买？哎呀，就我那1个月的月钱，都还不够买最劣质的草药呢。哎呀，这不是我娘临死前留给我的吗？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嬷嬷，我今日来月事，肚子太痛了，可能干不了活，所以想告假一天。滚滚滚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是。公公，你谁呀？走路不长眼呐！公公，我想跟您做个买卖。买卖？你一个冷宫的宫女，能有什么买卖？切！公公，说吧，想买什么东西？金疮药。你疯了？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公公，这个簪子是足银的，至少值5两银子。5两银子？公公，对我们这种底层人来说，这可是我们这辈子都攒不到的巨款。错过了这次，公公可就不一定能遇到这么好的事情了。我就是个倒药渣的。我知道，但总有一些没有用完的药材，或者太医院的人就诊室时常打翻的药瓶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东西给我吧。明日还是在这儿，还是这个时候。多谢公公。赶紧拿着，就这么多，以后别找我。多谢公公。嬷嬷，慌慌张张的，干什么去了？我今天肚子太痛了，我就领了一些普通的草药。一个冷宫的宫女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金贵了？生了病不去等死，还知道自己找药吃。哼！嬷嬷，我真的是实在疼得受不了了。滚回去干活。是。你要的金疮药我已经给你带过来了。绝。什么？我的名字，我叫萧绝。
萧绝，萧绝，3年前战死沙场的太子，他就叫萧绝。你是太子，你没死！我竟然救了唐朝太子。现在知道这些，你怕吗？我怕，我当然害怕。那就快走，就当从未认识我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告诉别人你都还活着呢，那你会死，你会第一个死，然后是跟你接触过的所有人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现在就走。沈渊，谢谢你，这3年来，只有你把我当人看过。忘了这口气，忘了我，就当这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我真的，孙嬷嬷什么都看到了，她什么都看到了。我给景家人送饭，我跟景家人说话，我甚至听到了那个名字，萧绝。奇怪，他明明什么都听到，什么都看到，他为什么不责罚我？这么着急下去陪他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每天晚上偷偷摸摸往这里跑，送馒头、送水、送药，你真是好心肠。别怕，我不会杀你，杀了你多没意思。沈渊，奴婢在。我看你这几天精神不太好，想来是扔石头这种粗活把你给累着。这样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给你换个。井下的那位，在下面时间待久了，怕是会生出什么疫病，污了宫里的地气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用再扔石头了。今日起，每日午时，往井里倾倒1桶石灰水，杀菌除秽，断了不洁之源。石灰水，这哪里是消毒啊？这是要把人活活烧死，这可比天谴，简直是杀人啊！这差事体面又清静，沈渊就交给你了，每天1桶，亲手倒下去。可别让我失望啊！怪不得他看见却装作没看见，因为他要我亲手杀死我救过的人，变成一个和他一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，这才是最残忍的惩罚。不愿意也行，我这就去禀告皇后娘娘，说冷宫里有个宫女私通井下要犯，暗送物资，图谋不轨。私通？孙嬷嬷说的是真的？沈渊，你怎么敢啊？你猜，皇后娘娘她该怎么处置你？奴婢愿意。每天1桶，亲手倒下去。先烧的是皮，再烧的是肉，最后才是骨头，足足要烧上1个时辰，才能烧成一滩血水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
都要亲口跟他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亲口跟他说，就算全都死，我也得让他死个明白，总不能让他等着馒头和水，最后却等了石灰水吧。今日午时，石灰水，他们已知晓苏黎好重。可是我怎么把这个交给他？孙嬷嬷她一定等着我自投罗网。有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老天爷呀，走水了！快来人啊！救火！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快救火！救火！快呀！快救火呀！冷宫左使作为管事，他的罪责足够要命的，就是现在，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火上。快走！泼水！泼水！使劲泼！再给我一桶水！快点！快泼水！快救火呀！快呀！快！你往那儿跑！再来！往哪里跑？快呀！那边有火苗！谁放的火？说呀，你们是谁放的火？说！孙嬷嬷，您可真是能干呐！这冷宫走水，这责任您担得起吗？赵公公，您来得正好，这火起得蹊跷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。您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。哼，不用查了，您自个儿跟慎刑司交代去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奉旨掌管冷宫的。哎呦喂，奉您这旨意，那是得去慎刑司里头跟阎王爷交代喽。我知道了，是他，沈渊，是他放的火。你们快去抓他呀！一定是他放的火。他为了救井底下的那个男人，与井底下的一个要饭私通，每天往井底里送东西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是他放的火。什么？井里不是最飞吗？孙嬷嬷这是老糊涂了吧？去井底下看看，井底下根本不是什么气飞。够了！孙嬷嬷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井里关的是谁？皇后为什么用弃妃的名义遮掩？您心里头没个数吗？这事儿也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嚷嚷的啊？不，疯老婆子满嘴胡话，来呀，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不是，快抓他！
你叫沈渊？是。倒是个有胆色的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孙嬷嬷刚才的话，我一个字儿都没听见，你也什么都没听见，明白吗？也不知道他逃出去了没有。殿下，你还在吗？是我。看来他已经走了，走了好啊。这是信。吾乃太子萧决，为皇后和她的党羽靖王所害，委作战死。今父皇病重，吾若回宫，必遭灭口。姑娘已知吾之秘密，已无法置身事外。若肯助吾，替吾在宫中周旋，他日吾复位，必许姑娘荣华富贵。若不愿，烧了此布条，只当从未见过。当年靖王举报我父亲谋反，沈家全家满门，而我被发配到了冷宫。爹娘虽不让我报仇，但这血海深仇，我怎么能忘？姑娘既见此布条，必是愿助我。今朝堂势力二分，薛贵妃和她父亲为一党，皇后和她的党羽靖王为另一党。姑娘若可设法接近贵妃，取信于她，借贵妃之力扳倒皇后，我便可伺机而归。此事凶险，姑娘珍重。看来这趟浑水，我非淌不可。娘娘，方才赵公公传话来，说皇上看上了娘娘昨日在御前献的惊鸿舞，龙颜大悦，特意赏赐了娘娘一对翡翠如意呢。一支舞而已，皇上太具臣妾了。娘娘的舞姿绝世，这满宫上下谁不知道？就你会说话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无妨。你是哪个宫的？回娘娘的话，奴婢沈渊在冷宫当差，今日触撞了娘娘的教辇，奴婢罪该万死。冷宫？娘娘，冷宫的人晦气得很，奴婢这就把他打发走。哎，你方才为什么冲过来？奴婢只是见轿子要倒了，奴婢没有多想，奴婢想着不能让娘娘受伤，奴婢欠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娘娘千金之体，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你倒是忠心啊！抬起头来。你说你在冷宫当差？奴婢进宫这3年，一直在冷宫。这冷宫的宫女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奴婢是偷跑出来的。偷跑出来，就为了给本宫垫轿子？奴婢不敢欺瞒娘娘，奴婢有私心。哦，说说看。奴婢在冷宫待了3年，奴婢不想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等死。奴婢今日冲撞了娘娘的教辇，
奴婢罪该万死，但奴婢斗胆，想求娘娘给奴婢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给奴婢一个在娘娘身边当差的机会。奴婢什么苦都愿意吃，什么活都愿意干，只求娘娘给奴婢一个机会。就你这卑贱的身份，也配？哎，你倒是敢说啊！但本宫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人。奴婢知道娘娘身边不缺人，但娘娘缺的是一个肯为娘娘拼命的人。你确实是敢拼命啊，这一点本宫今天已经看到了。跟上吧，本宫身边正好缺一个端茶递水的。多谢娘娘，多谢娘娘。赵公公到！贵妃娘娘吉祥，老奴奉皇上口谕，给娘娘送赏赐来了。有劳赵公公特意跑一趟啊。皇上说了，娘娘昨日在御前献的惊鸿舞堪称绝世，特赏翡翠如意一对，以表圣心。皇上也太抬举臣妾了，臣妾不过是略表心意而已，哪担得起如此厚礼啊！娘娘谦虚了，这满宫上下谁不知道，娘娘的舞姿那是天上地下独一份儿的。赵公公，瞧您这张嘴啊，难怪皇上离不开您呢。公公辛苦，这是娘娘的一点心意，请公公喝茶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赵公公，您就收下吧，本宫一点小心意而已，还得劳烦赵公公替本宫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几句。娘娘放心，皇上心里一直惦记着娘娘呢。皇上最近哪天得空啊？这个嘛，安妃娘娘说近日新学了一支曲子，想请皇上品鉴，皇上便又是他。老奴先告退了。安妃，又是安妃，她算什么东西？不过就是凭一张会钻营的嘴，就在皇上面前装模作样。什么新学的曲子？我呸！就她那破锣嗓子，还敢叫皇上品鉴？本宫辛辛苦苦练了半个月的惊鸿舞，皇上不过就是赏了对如意，他倒好，在皇上面前随随便便哼哼几声，皇上就巴巴的往他那儿跑。娘娘息怒，皇上只是一时兴起，心里最疼的还是娘娘你。你给我闭嘴！给我滚出去！都给本宫滚出去！滚！你也滚！奴婢不敢滚，奴婢的命是娘娘的，娘娘不开心，奴婢不能走。娘娘，奴婢不碍事的，一点小伤，奴婢没事。你倒是不怕死啊？奴婢怕，但奴婢更怕娘娘不信奴婢。信你什么？信奴婢能让安妃自尽，把皇上的恩宠送到娘娘手里。什么意思？奴婢不要娘娘去害安妃，也不要娘娘去争去抢。奴婢要做的就是让安妃自己把路走绝。说的倒好听，安妃如今正得宠，怎么走绝？娘娘可知
安妃最在意的是什么？就他，不过就是那张会唱曲儿的嘴和会哄人罢了。不止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皇上，您尝尝，这是臣妾呀亲手晾晒的桂花，配了上好的龙井，最是润肺止咳。不错，清甜可口。皇上喜欢就好。皇上，臣妾还准备了歌曲，想献给皇上听呢。安妃妹妹真是有心了，每次都能想出新花样来哄皇上开心。安妹妹的曲子，本宫有幸听闻过几次，确实别具一格。皇上，臣妾想现在就唱给您听，您让臣妾唱好不好？好，给我唱吧。皇上，求皇上为奴婢做主。放肆！什么人？奴婢春雨原是安妃娘娘宫里的宫女，因得罪了娘娘，被贬入冷宫已有2年。今日冒死前来，就是想让皇上给奴婢一个公道啊！安妃最得意的就是她在皇上面前装出一副不争不抢的样子，皇上觉得她淡薄，就会格外的怜惜她。可如果她自己忍不住露出真面目呢？怎么了？奴婢听说3日后御花园的桂花开了，皇上会去赏花，各宫的嫔妃都会陪嫁，到时候安妃一定会献曲。又是献曲，她也就这点能耐。娘娘，那您就让她献。只是她献到一半时，突然有宫女跑出来跪在皇上面前，哭诉安妃平日里是怎么欺压宫女的。您觉得皇上会怎么想？什么意思啊？找一个苦主在皇上面前告状，安妃喜欢装淡薄，那就让大家都看看她到底多淡薄。可我们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呢？安妃身边侍奉的都是她信任的心腹，你说哪个奴才会出来指认自己的主子呢？娘娘，不需要安妃身边的人。奴婢在这冷宫3年，见过不少被安妃贬入冷宫的宫女，她们对安妃恨之入骨。您只要给她们一个机会，她们什么都愿意做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本宫根本不认识你。娘娘当然不认识我。娘娘宫里那么多人，被赶走的、打死的、贬入冷宫的，没有100也有80。娘娘怎么会记得？皇上，你可要替臣妾做主啊！他分明就是在诬陷臣妾。你说安妃把你贬入冷宫，有何凭证？你说安妃将你贬入冷宫，可有凭证？这是当年安妃娘娘亲笔写给大宫女翠嫔的密信，令翠嫔把奴婢打入冷宫。荒唐！本宫何时写过这个信？这分明就是有人指使你来陷害本宫。安妃妹妹先不要急，让皇上看了信再说。安妃啊，这封信上的笔记和你平日所说颇为相似啊。皇上明鉴，臣妾从未写过这封信，一定是有人模仿臣妾的字迹，臣妾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安妹妹，皇上又没说这信是你写的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臣妾只求皇上还臣妾一个清白。你口口声声说有人诬陷你，可这春雨总不会平白无故的冒死来告状吧？再说了，这出冷宫一趟并不容易，
你说他这是图什么呢？奴婢图的就是一个公道。皇上，奴婢在冷宫2年，日日夜夜想着今日安妃娘娘，表面温良恭俭，实则心狠手辣。翠屏因在背后说了他一句善妒，第2天就失足落井死了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安妃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这些人一定是串通好了来污蔑臣妾的，一定是有人指使的，是他，一定是薛贵妃，是他指使的，他嫉妒臣妾得宠，安妃妹妹，你说话可要讲证据啊！你说本宫诬陷你，可本宫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春雨，何来诬陷啊？你装什么装啊？就是你！安妃，御前不得无礼。薛贵妃是贵妃，你是妃尉，你这样指着她说话，成何体统？好了，都别吵了。那你先回冷宫，这件事朕会命人彻查。谢皇上。安妃，你也先回宫吧，没有朕的旨意，这几日就别出来了。皇上，你是要禁足臣妾？送安妃回宫。好了，朕有些乏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。臣妾送皇上回宫。薛贵妃，身体不适？回皇上，臣妾无碍，只是刚刚被安妃诬陷，有些受惊了，劳烦陛下惦记了。那朕先送你回去歇歇。臣妾不敢劳烦皇上。那便由薛妹妹代劳，陪着皇上吧。那走吧。殿下，赵公公到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殿下，后宫皇后掌权后，你是本王在宫里仅剩的眼线。沈渊怎么样了？为殿下效劳是老奴的福分。沈姑娘在宫中已经接近了薛贵妃，并且帮她对付了安妃。她果然聪明，知道薛贵妃和安妃是死敌，帮薛贵妃对付安妃，也就等于取得了薛贵妃的信任。他现在是薛贵妃的人了。薛贵妃喜怒无常，皇后吃人不吐骨头。她在后宫的每一步，都是在刀尖上跳舞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如果她有什么危险，不用等我命令，立刻告诉我。老奴明白。这半个月来，皇上已经连续数日留宿在本宫这儿了。沈渊，你这冷宫中的小宫女，脑子还真好使。本宫参与后宫斗争这么多年，从未觉得赢得如此轻易。是娘娘福泽深厚，奴婢不过就是顺势推了一把，不敢居功。还是你会说话。什么？回娘娘，奴婢打听到，安妃在禁足期间，日日以泪洗面，还闹过2回上吊。皇上听了，心有不忍，今早已经派了赵公公到他宫中探望了。上吊？好你个安妃，还真是会演戏。那日在御花园，哭成那样，皇上都没松口，如今倒心软起来了。娘娘，安妃这个人最会撒娇了，皇上要是真的被她打动，只怕会东山再起吗？本宫好不容易把她压下去，就绝对不能再让她翻身。沈渊，你替本宫想个法子，彻底扳倒安妃，让她永远都不能翻身。
娘娘，奴婢有一事隐瞒未报，想趁今日向娘娘请罪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奴婢接近娘娘，除了想离开冷宫，奴婢还有私心。奴婢的父亲叫沈怀舒。沈怀舒，就是那个3年前被晋王举报谋反，被满门抄斩的沈尚书。是，沈家满门男丁斩首，女眷冲入宫中为奴，奴婢侥幸被分到冷宫，苟活至今。你倒是坦荡得很啊，但是这事儿跟安妃有何关系呢？因为当年举报我父亲谋反的虽是晋王，但真正在皇上耳边吹风的是安妃。安妃的母亲本是官场。什么？本宫一直以为安妃不过是个小户人家的女子，可没想到我父亲见她可怜，替她赎了身，还将他们母女安置在一处宅院内。后来宫中选秀，本该入宫的人是我，父亲因不舍我入宫，正发愁时，安妃突然站出来，说她愿意替我去。说下去。安妃入宫后，因出身卑微，一直战战兢兢。后来晋王要扳倒我父亲，安妃就趁事情时，在皇上面前说我父亲意图谋反，为的是将沈家灭亡，让他是官昌之女之事永远失败。原来你是要为父报仇啊，难怪你这么尽力。奴婢不敢隐瞒，奴婢今日说出实情，是觉得娘娘待奴婢不薄，奴婢不敢隐瞒。娘娘若是责罚，奴婢甘愿领赏。哎，本宫怎会责罚你？你帮本宫扳倒安妃，本宫帮你复仇，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？多谢娘娘。起来吧，沈渊。你说有法子帮本宫彻底扳倒安妃，什么法子？娘娘可知，皇上之前为何这般迷恋安妃？不就是因为她会唱曲儿，会撒娇吗？不止，安妃的身上有一种香囊，是她母亲从宫外带来的，而这香囊里装的不是普通的香料，而是催情之物。你说什么？此物在宫外是禁品，且有损龙体。安妃每日侍寝时都会佩戴此香囊，皇上闻了之后便情难自禁，事后又以为是安妃媚术天成，越发的离不开她。也就是说，她用禁药迷惑君王。这一招正是他母亲当年所用，娼妓的手段上不得台面。不过好在他见效快。安妃啊安妃，本宫还以为你装的有多清高淡泊呢，原来是个娼妓之女啊！骨子里永远流的是娼妓的血。你这等低贱的出身，如何跟本宫这种将军的嫡长女斗呢？沈渊，你说的那个香囊，安妃现在还带在身上吗？安妃日日佩戴，从不离身，就在她衣襟的内侧。娘娘若是想扳倒安妃，只需让皇上的人发现此物，再调查她的来历，惑主之罪，足以让她万劫不复。好，本宫这次就打你个措手不及，粉身碎骨，永远不得再翻身。沈渊，你帮本宫办完这件事之后，本宫保你日后在这后宫之中，无人敢再欺负你。娘娘，奴婢只求为父讨回公道，也为娘娘分忧。安妃啊安妃，你千算万算也算不到吧？你曾经害死过的人，现在人家的女儿来复仇了，来找你索命了。香囊的事，我本可以一早就告诉薛贵妃，但我要等她完全沉不住气，最后才会对我彻底信任。安妃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安妃方氏以禁药惑主，
危害龙体，罪不可恕。念其侍奉多年，姑且饶其性命。即日起废去妃位，打入冷宫，永不续用。钦此。这就是冤枉的，这就要见皇上！安妃娘娘，您就别喊了，皇上说了，不见。不可能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，一定是薛贵妃，是她陷害我！我要见皇上，我要当面跟皇上说清楚！娘娘，您那香囊里头装的什么？太医院已经验过了，证据确凿，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香囊，那香囊，安妃娘娘，您总算来了。这冷宫啊，奴婢住了3年多，熟得很。往后您要是有不懂的，尽管问奴婢。是你是那天在御花园告发我的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春雨，您还是不记得我的名字。当年您一句话就把我打发到这冷宫来等死，如今您也来了，这冷宫倒也不寂寞了。安妃娘娘，您省省吧，您现在已经不是娘娘了，您就是个废人，在这冷宫里啊，连奴婢都不如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就是一条狗！就算本宫进了这冷宫，也轮不着你来教训本宫！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。2年前你把我打进冷宫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自己会有今天？这一巴掌是替翠萍，她当年只不过是在背后说了你一句善妒，你就要了她的命。翠萍死的冤不冤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安妃娘娘，您放心，往后啊，在这冷宫，奴婢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春雨、翠萍，你们都恨我，都想让我死。皇上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那么爱你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是谁？娘娘，是你？你是沈怀叔的女儿？娘娘好记性啊！原来是你，是你让薛贵妃害我的，是你！当年我父亲替你和你母亲赎身安置，待你如亲生女儿，你是怎么报答他的？赎身？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我从小在妓院长大，我看着那些人像打量货币一样看着我娘。我娘每天陪不同的人，早上起来一个头满一个头满的屎，就是为了能让我吃饱饭。而你呢？你是沈家的大小姐，服从成群，锦衣玉食。你爹疼你，你娘爱你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获得一切。我替你进宫选秀，我巴不得，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所以你就害死我全家。靖王想要扳倒你父亲，我只不过是顺势推了一把而已。你知道皇上听到沈尚书意图谋反的时候，他是什么表情吗？他什么都没说，直接就信了。你父亲在朝中经营多年，可皇上眼里还不如我一个女儿追的枕边风。你们沈家
被抄斩，而你呢，被打入冷宫为奴，而我呢，从一个小小的选士一路升到了妃位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。我梦见你父亲，他就站在我床头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恨你，我恨你们全家！凭什么你们生下来就是人上人，而我只能是长记的女儿？我嫉妒你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嫉妒你。你有我没有的一切，所以我一定要毁掉你，毁掉你们全家。你嫉妒了我这一辈子，可是到头来，你又得到什么？你害死我全家，不过就是从一个火坑到了另一个火坑，在这深宫之中，你又比我快乐什么？这冷宫的滋味，你慢慢品，3年的账，我一笔一笔还给你。不急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我所有的青春年华全部都葬送在这个深宫里了。帝王的宠爱不过是昙花一现，斗来斗去，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沈大人，等着我，到了底下，我再跟你慢慢算账。父亲，他们说我和你一样纯良，可真好人，未必能有好报。皇上，这是臣妾特地为您准备的桂花龙井，您尝尝。这桂花啊，怎么了，皇上？到了。皇上，这可是臣妾亲自准备的。这是安妃的桂花。皇上恕罪，臣妾不知。不关你的事，到了便是。是。从前安妃得宠，皇上最爱她的桂花龙井，如今人走了，生前那点恩宠直接变成了厌恶，真是人走茶凉。对了，皇上，臣妾的侄女刘婉仪来了，正在庭外候着，想给皇上请安。让她进来吧。臣妾刘婉仪给皇上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贤妃。贤妃，太子已故生母贤妃。
这安妃刚走，皇后又塞一个刘婉仪进来，真当本宫看不出来吗？那张脸，皇上今天看见那张脸的时候，他叫她贤妃，贤妃。沈渊，你说，本宫哪里比不上一个死了20多年的人？娘娘哪里都不比那个贤妃差，只是这死人永远不会犯错，而活人会。你倒是会说话，你可知道贤妃在皇上心中是什么分量吗？奴婢愚钝，还请娘娘明示。在这宫中，谁人不知太子的生母贤妃是皇上心中的白月光。当年贤妃活着的时候，皇上事事都顺着她，贤妃说什么，皇上就听什么。后来贤妃难产死了，整整3年，皇上没踏进过后宫一步。那皇后为什么要找一个像贤妃的人进宫？皇后当然想皇上永远都忘不了贤妃，因为只要皇上忘不掉贤妃，就不会宠幸这宫中任何一个活着的女人。所以皇后让刘婉仪进宫，不是为了争宠，而是故宠。皇后那是想安插一个自己人在皇上身边。这刘婉仪是皇后的亲侄女，她要是得宠了，那这后宫之中，皇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对手。娘娘，这刘婉仪长得像贤妃，是她的优势，也是她的死穴。说下去，皇上对她另眼相看，是因为她长得像贤妃。可如果她做了什么让皇上觉得她玷污了贤妃的事情，你的意思是？奴婢需要一点时间摸清刘婉仪的底细，知己知彼，才能一击致命。本宫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本宫要听到一个让刘婉仪永远都不能翻身的法子。是。殿下，您深夜找老奴，可是沈姑娘那边有消息了？你看看这个。这件事情，其实老奴也没弄明白。近日老奴见了刘婉仪，确实与殿下生母长得十分相似。皇后这是要做什么呀？母妃去世多年，父皇对母妃至今念念不忘。他送一个像母妃的人进宫，你说皇后想做什么？皇后她是想在皇上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，好分走对薛贵妃的宠。不止。皇后此人从不做无用之功，她送刘婉仪进宫，表面上是争宠，实际上，刘婉仪是皇后的侄女，若是刘婉仪得宠生子，那皇后的筹码就又多了一个。到时候，她连太子之位都敢觊觎。殿下是说皇后想……有些事现在还不能说。刘婉仪的事，等我亲自来查。老奴明白。殿下，那沈姑娘一个人在宫里，皇后又布下这么大的局，她会不会？不会，她可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。那老奴先行告退。请佛祖保佑我大燕江山国泰民安，繁荣昌盛，圣上龙体安康，福泽千秋。
婉仪，心要静。是，姑母，婉仪身体有些不适，想回厢房休息片刻。回去吧，别走远了。是。娘娘，婉仪娘娘她……年轻人贪玩罢了，随他去吧。林峰，婉仪，你瘦了。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。那个地方就像个笼子，压得我快喘不上气了。可你已经进宫了，你现在是皇上的女人。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林峰，我们走吧，离开京城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隐姓埋名，好不好？婉仪，别说傻话了。你现在是皇后娘娘的侄女，是皇上的婉仪。你若逃了，皇后娘娘不会放过你，更不会放过你们柳家。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婉仪，我进宫之前就跟姑母说了，我说我有心上人，可她不听，非要让我进宫。婉仪，你听我说，皇后娘娘在后宫缺少自己信任的人，而你是她最信任的棋子，你只要伺候好了皇上，讨得他欢心，等日后有了皇子。伺候皇上？那个病怏怏的老头子，我看着就觉得恶心。你疯了？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呀？我就是疯了，我每天要对着他笑，对着他说那些违心的话，我真的快要疯了。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受苦了，可这条路一旦踏上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更何况你长了一张和仙妃一样的脸呀。可我宁愿不要这张脸。别傻了，别傻了，这是你的福分啊，是后宫多少宫女想修都修不来的福分。可这却是我的牢笼。林峰，你爱我吗？哼，当然，我林峰此生心里只装得下你一个人。我得走了，不能让别人发现。林峰，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？我会想办法的。记住，在宫中一定要抱好皇后娘娘这条大腿，只有她才能保你平安。我知道了。林峰，回来了。是，休息片刻，身体觉得好多了。怎么面色有些潮红？我起来吧。是。婉仪，本宫问你一件事。婉仪，本宫问你一件事。姑母请说。你入宫的这些日子，是不是心里不痛快？没有。本宫是你的姑母，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心里有事，瞒不过本宫。你是不是不愿意进宫？是。你以为本宫愿意把你送进这个牢笼？当年本宫入宫的时候，比你还年轻2岁，见了太多的妃嫔，得宠时风光无限，失宠时连条狗都不如。本宫能活到现在，能坐上皇后的位子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步步为营，忍人所不能忍。姑母，可你知道本宫为何要把你送进来？因为柳家需要你，柳家能在朝中立足，靠的是本宫在后宫的地位。可如今本宫老了，皇上
也越来越少来本宫这里了。若是本宫有一天不在了，柳家该怎么办？宫某，本宫送你入宫，就是为了保柳家。皇上喜欢你，那是你的福分，也是柳家的福分。你很争气，长了一张和贤妃一样的脸。你要做的，不是想着逃，而是想着怎样把这福分做实了。可皇上心里只有贤妃，他看臣妾眼神不像在看臣妾，像是在看另外一个人。那又怎样？他愿意看你，你就让他看，日子久了，他自然就分得清了。婉仪，本宫知道你心里苦，可这天下又有几个女人能嫁给自己心爱的人？本宫当初也不愿意入宫，可本宫的父亲说了一句话，让本宫记了一辈子。什么话？家族的荣辱在你一人身上。好了，擦干眼泪，不要让别人看出来。回去吧。走吧，皇上今晚还等着你侍寝。沈渊，本宫给了你3天时间去查刘婉仪的底细，这3天时间到了，你查到她的弱点了吗？我飞鸽传书给太子殿下，询问刘婉仪的事情，至今还没有收到任何回信。殿下到底有没有收到我的消息？回娘娘，奴婢还在查。还在查？本宫已经给了你3天时间了，你就是这么答复本宫的？娘娘息怒，这刘婉仪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行事谨慎，奴婢还需要更多的时间。行了行了，本宫不想听这些，你给本宫一个准话，到底还需要多久？怎么办？刘婉仪是新人，这宫里除了皇后，没人知道她的底细，我根本不知道她有什么弱点。但若是再拖下去，贵妃迟早会……娘娘，赵公公的。啊，快请。贵妃娘娘吉祥。赵公公难得来本宫这儿，可是皇上有什么吩咐？娘娘别急，皇上倒没什么特别的吩咐。今日老奴来是替皇上来看看娘娘。皇上说了，这几日政务繁忙，冷落了娘娘，心里过意不去。皇上日理万机，臣妾怎敢劳烦皇上惦记？请赵公公回去帮臣妾带句话，就说臣妾好得很，还希望皇上保重龙体才是。娘娘贤惠，老奴一定带到。哟，这不是冷宫那位姑娘吗？叫什么来着？沈渊对吧？公公好记性。冷宫走水那天，咱家就看出来了，姑娘是个有胆色的。如今到了贵妃娘娘身边，也算是明珠得锁了。他特意在贵妃面前提起冷宫的事，是在提醒我，他知道我的底细。等等，太子殿下脱身后，不可能不在宫里留下其他眼线。赵公公能在各宫走动，消息灵通，正是最好的人选。难道他是太子殿下的人？是了，若他真的不怀好意，冷宫走水那天，他大可以把我抓走，何必帮我遮掩？他是太子殿下的人，所以才会保我。一个宫女罢了，赵公公太抬举她了。对了，娘娘您可知道皇后娘娘最近带着刘婉仪在宫中祈福的事儿？本宫知道，每月一次，风雨无阻。皇后倒是虔诚的很呢。哎，可不是嘛！皇后娘娘说了，皇上龙体欠安，她身为六宫之主，理当为皇上祈福。刘婉仪年轻，也能跟着去沾沾福气。他这是在给我递话？哼，祈福？我看啊，是想沾皇上的恩宠吧。娘娘说笑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刘婉仪倒真是个有福气的，能得皇后娘娘这般提携，每月一次都带着去，旁人是羡慕不来的。他是太子殿下的人，
他来传话了。殿下是要我盯着刘婉仪以后的行踪，他提了2遍，这里面一定有关键线索。老奴还要回去给皇上回话，就不打扰娘娘歇息了。沈渊，送送赵公公。是。姑娘好生伺候娘娘，日后必有福报。他在说好好待在薛贵妃身边，太子殿下不会忘记我。就送到这儿吧。每月一次祈福，殿下是在告诉我刘婉仪的弱点就在这里。沈渊，你这急匆匆的让本宫跟来寺庙，到底是发现了什么？你若是故弄玄虚，本宫定饶不了你。娘娘息怒，奴婢并未故弄玄虚，只是事关重大，不便在宫里说，只能请娘娘亲自来看。说吧，这刘婉仪的弱点到底是什么？娘娘请随奴婢来，这千言万语不如亲眼所见。你倒学会卖关子了，那走吧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花样。是。娘娘，就是这里。这里面有什么？刘婉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薛贵妃，贵妃娘娘，本宫还以为是什么冰清玉洁的佳人呢，原来不过是个偷汉子的贱人罢了。贵妃娘娘恕罪，贵妃娘娘恕罪。娘娘饶命！草民，一对贱人，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背着皇上做如此苟且之事，还敢让本宫饶命！贵妃娘娘，臣妾求您不要声张，只要您不说出去，臣妾做什么都可以。臣妾可以帮您在皇上面前美言，可以帮您打探皇后的消息，只要您说，臣妾什么都愿意做。刘婉仪，你当本宫是傻子啊？今天你敢背叛皇后，明日就敢背叛本宫，本宫要你有何用？那娘娘，你要怎样才能原谅臣妾？很简单，滚出宫去，永远不要在皇上面前出现。皇后娘娘不会放过臣妾的。那是你跟皇后的事情，与本宫何干？皇后娘娘不会放过我的。我若被赶出宫，刘家也会受到牵连。沈渊，起驾回宫，禀报皇上。是。这个刘婉仪，她真的疯了。沈渊，你说她那个脸还能好吗？娘娘伤得太深，怕是好不了了。本宫并不想让她毁容，本宫只是想抓点她的证据。沈渊，你说本宫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娘娘只是想让刘婉仪离开皇宫，并没有逼着她自毁容颜，是她自己选了一条最决绝的路。本宫在这宫里斗了那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有人拿着刀在本宫面前一刀划自己的脸。娘娘，刘婉仪虽然可恨，但落得如今这田地，说到底不过就是皇后手里的一枚棋子。奴婢斗胆求娘娘帮刘婉仪安顿好余生。帮她？可她是皇后的人啊。她曾经是皇后的人，可从今往后，她对皇后没有任何用。一个毁了容的妃妃，皇上不会多瞧她一眼。她在这宫里，怕是比冷宫的婢女还不如。奴婢在这冷宫待过3年，知道那是什么滋味。刘婉仪今日之举，
固然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但陪他走到这一步，是这吃人的牲口，是皇后，也是我们。沈渊，你是在怪本宫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觉得他罪不至此。他虽然有私心，但他从未真正害过谁。他最大的错误就是长了一张和贤妃相似的脸。罢了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本宫虽然不是什么善人，但也不想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。刘婉仪的事你放心，本宫会命人找个安静的庄子，让她好好养伤，不至于下半生会流落街头。奴婢替刘婉仪多谢娘娘恩典。好了，别渴了，本宫今日也不知是怎么了，竟然被你说动了。沈渊啊，你这张嘴啊！娘娘，不好了，刘婉仪她怎么了？刘婉仪她自尽了。你说什么？奴婢方才听赵公公身边的小太监来报，说今日刘婉仪陪同皇后娘娘去寺庙祈福，结果不知道怎的割了自己的脖子。皇后赶到时，人已经没了。没了？人就这么没了？听说皇后当场就晕了过去。皇后啊，你还真是好演技啊！人是你亲手送进宫里的，又是你亲手推到皇上面前的，现在人死了，你掉几滴眼泪，就代表你做姑母的本分了吗？沈渊，奴婢在。去库房取一些银子，多买点纸钱，烧给他。是。刘婉仪啊，本宫虽然恨你，但是你死了，本宫这心里也不好受。刘婉仪，愿你来生不再入帝王家。婉仪，是本宫害了你，本宫就不该让你一个人去厢房歇息。若是本宫陪在你身边，你就不会。皇后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。皇上，婉仪她才18岁，她才刚进宫不久，连福都没有享过，就这么走了。皇上，本宫作为她的姑母，我这心像刀割一样啊！朕知道你和婉仪感情深厚，她的事儿啊，朕也很痛心。婉仪从小乖巧懂事，臣妾是看着她长大，原本打算把她带进宫来陪伴皇上，谁想到竟害了她的性命。本宫对不起她，更对不起刘家的列祖列宗啊！你瞧瞧，这皇后演得多逼真啊！这刘婉仪活着的时候，她把人当棋子使，这人死了，她还伤心起来了。娘娘，这皇后哭得很伤心，皇上看着很是心疼。哎呀，咱们皇上啊，最见不得女人哭了。他这哭的哪是刘婉仪啊，他哭的就是皇上的心疼。皇后果然是皇后，哭得恰到好处，多一分显得假，少一分不够真。她不是在为刘婉仪哭，她是在为自己铺路。皇后，你身子也不好，别太伤心了啊！婉仪的事，朕已经命人将她厚葬，你就不必再操心了啊！皇上对臣妾、对刘家恩重如山，臣妾无以为报。只是婉仪死的不明不白，臣妾这心里也难安呐。这太医不是说她是自尽的吗？太医是这么说的，可是臣妾听下人们说，那天薛贵妃也去了婉仪歇息的房间。你说什么？臣妾本不该说的，只是婉仪死的不明不白，臣妾身为她的姑母，若不替她说句话，恐怕她在地下也难安呢。你确定有人看见薛贵妃去了厢房吗？
臣妾也不确定，只是下人们嚼舌根。臣妾想着，薛贵妃和婉仪平日里也没什么交情，她去厢房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也不是想怪罪谁，只是臣妾想弄明白，婉仪到底为什么要自尽？她平日也不像是想不开的人，若是有人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逼她走上绝路。皇后，这事儿呢，朕会命人查。若真有人逼死婉仪，朕绝不轻饶。皇上，臣妾也不是想让你查谁，臣妾只是心里难受，想跟您说说。薛贵妃也是宫里的老人了，她也不会做出这种事，应该是下人们看错了。皇上脸色好像不太对啊，这皇后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皇后哭成这样，又拉着皇上说了那么久，不会只是诉苦。赵公公在看我们，他在提醒我们。难道皇后提到了薛贵妃？赶紧走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本宫在这御花园鬼鬼祟祟的偷听。沈渊，你说这皇后会不会把刘婉仪的死推到本宫头上？娘娘，这皇后若真想推，她不会明说，只会一点一点在皇上心里种下怀疑。好你个皇后，竟然想用刘婉仪的死换本宫的命！娘娘息怒，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。皇后现在没有使者，只是捕风捉影。娘娘若越激动，就越显得心虚。你说的对，本宫得稳住了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皇上，薛贵妃、刘婉仪的死，哀家会一点一点让皇上觉得是你逼死的。刘婉仪啊，哀家的好侄女，你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方才内务府传来话，说皇后娘娘下了命令，宫中贵人要节俭，从本月起，各宫用度都要削减。咱们宫里削减最多，削减了多少？回娘娘减了4成。4成？这个皇后，她怎么不把本宫宫里都搬空得了？娘娘息怒，听内务府的人说，这是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说是贵妃娘娘宫中用度奢靡，理应从简。笑话！本宫宫里的用度再高，能高得过她皇后？她这明明是在打本宫的脸。皇后这一招，不过是在用刘婉仪的事情借题发挥，还要全宫上上下下人都知道，她才是后宫之主。本宫再得宠，也得看着她的脸色生活。娘娘，皇后削减用度固然是在立威，但更深的用意恐怕是想让娘娘沉不住气。什么意思？娘娘若是因为用度之事去找皇后理论，那皇后自然会说娘娘不知节俭。娘娘若不去找，那这口气就得自己咽下。日后这各宫只会觉得娘娘怕了皇后，娘娘无论怎么选，皇后都占尽了便宜。你说的没错，皇后这就是在逼本宫出手。本宫若是忍了，她便会得寸进尺；本宫要是恼了，她就会说本宫是宠儿娇。本宫这么多年为皇后做过多少事，到头来她就是这么回报本宫的。沈渊，你知道皇后这么多年为什么能容得下本宫？奴婢不知。不仅因为本宫是大将军的嫡长女，还因为本宫听话，他让本宫做什么，本宫就做什么。这些年，本宫替他挡了多少刺刀，帮他做了多少脏活累活。如今安妃倒下了，刘婉仪也死了，这后宫之中能和他斗一斗的，就只剩本宫了。他当然要借着这个机会
把本宫也按下去。娘娘为皇后做了那么多的事，皇后为何还要过河拆桥？因为本宫知道的太多了，在这个宫里，知道的越多，就死得越快。皇后留本宫到今天，是因为本宫还有用。要是有一天，本宫没有用，薛贵妃替皇后做了那么多事，皇后却视她如弃子，这深宫里哪有什么情分可言？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。你知道娴妃是怎么死的吗？之前听宫里的人说，是生太子时难产而死。是本宫，是皇后让本宫送的药。皇后说娴妃身子弱，需要补一补。皇后让我去送药，我便去了。当时我年轻啊，什么都不懂，她让我做，我就照做。补品？娴妃喝了之后，太子个头太大，娴妃身子又弱，生产那天生了1天1夜，最后还是没能挺过。本宫后来才知道，皇后早就想除掉娴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奈何皇上一直看得紧，所以她一直没办法。所以皇后选择了娘娘。对，她选了本宫。本宫以为只要替皇后做事就能站稳脚跟，但到最后才发现，本宫就是她的一把刀，用完了就可以扔。原来害死太子生母的真正凶手是皇后和薛贵妃。我一直以为薛贵妃虽然跋扈，但至少不算心狠手辣，可原来她的手上也沾着血。这深宫里想要活下去，每个人手上都不干净。诗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娘娘，奴婢有一事一直瞒着娘娘。什么事？娘娘，奴婢在冷宫的时候，曾在一口废井里投了3年的石头。废井？那口关着对太子大不敬妃子的废井？那口井关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妃子。那井里关的是谁？是太子萧决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殿下他没有死。3年前他率兵出征，途中遭遇埋伏力战而亡的消息是假的。他一直被关在那个冷宫的废井里，是皇后下的命令，用对太子之死大不敬的名义罚以填井刑。不可能！太子明明已经死了，举国为他办的丧事，他的棺木下葬那天，本宫亲眼看见他。那口棺木是空的，太子殿下一直还活着，在那口井里活了3年。就前不久，他才刚从井底逃出去。皇后，她把太子关在井里3年，她居然，她怎么敢？沈渊，你告诉本宫这些，为的是什么？娘娘，奴婢只是觉得娘娘应该知道真相。皇后连太子都敢害，又怎么会对娘娘手下留情？你说的对，所以本宫应该先下手为强，让他们斗吧，只有这样才能坐收渔翁之利。你约本宫来这晦气的地方做什么？这间厢房，想来姐姐并不陌生吧？这刘婉仪就是在这儿跟野男人私会的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还提这些做什么？看来姐姐已经知道了。我看姐姐在皇上面前一直真情流露，我还以为您跟刘婉仪估值情深呢。您说这事儿要是败露出去了，婉仪已经死了，她生前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若是敢散布谣言，你猜本就对你起疑的圣上会怎么看你？姐姐说的对，这刘婉仪已经死了，确实没必要再惹是生非了。可是如果
姐姐一直想害的人没有死。你想说什么？一直以来，姐姐都是借我的手去害自己想害的人，可唯有这件事儿，您是自己做的。姐姐是怕事情万一败露了，您将死无葬身之地吧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向圣上告发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人已经不在那儿了，你没有证据。姐姐还真是冰雪聪明啊！可是这刘婉仪已经死了，若是我仿照姐姐的做法，在陛下面前吹几句耳旁风，你猜陛下会不会起疑呢？你想怎样？往后，在这后宫之中，姐姐走姐姐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我平分秋色，谁也别压谁一头。你说完了？你以为本宫会毫无准备的来见你？你在茶里下毒！在你进门之前，这茶盏的内壁就已经抹了东西。皇后，我替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居然想害死我！怪只怪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本宫能留你到今天，已经是对你仁至义尽。皇后，你要了我的命，我爹不会饶过你的，我爹不会饶过你的。这宫女心不狠，战。皇后，我跟你拼了！安心去吧，你的恩宠，你的位分，你的一切，本宫都会好好替你收着。陈宇，救救我！皇后连薛贵妃都敢杀，下一个就是我！抓住他，不能让他活着离开！别怕，是我。太子殿下，最后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起来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薛贵妃她，皇后娘娘对她下毒了。我知道，先离开再说。好了，冷静一下。我不知道他会下毒的，我以为他最多就是对薛贵妃打压一下，可他竟然……你在宫里埋伏了这么久，什么风浪没有见过？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。可是我现在回不去了。皇后的人已经看到我，他知道我知道了他的事情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那就别回去了，留在我身边。留在您身边？这几个月以来，我一直在暗中召集旧部。3年前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，该联系的都联系了。如今兵强马壮，粮草充足，杀入宫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。那还在等什么？还差最后一步。什么最后一步啊？今晚皇后杀了薛贵妃，正好成全了这一步。这薛贵妃死了，怎么反倒成全殿下了？皇后少了一个对手，不是更稳了吗？薛贵妃活着，薛家是皇后的刀；薛贵妃死了，薛家就是皇后的刀下鬼。你说薛将军站在哪一边？所以你早就料到了皇后会对薛贵妃下手？不是料到，是等。皇后这个人容不得任何人威胁她。安妃死了，刘婉仪死了，现在就只剩下薛贵妃这一个对手。薛贵妃帮她做了这么多脏事，又知道她这么多秘密，皇后一定会杀人灭口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
可虽然这薛贵妃她做了很多的错事，但是她对我也不算太坏。在这深宫中，没有人是彻底干净的，也没有人是该死的。她害我母妃难产的事，你应该知道。殿下，薛将军到了。殿下，臣女真的没了。薛将军请节哀，贵妃娘娘她今晚在厢房被皇后毒杀了。什么？是皇后，臣女为她做了那么多脏事，又替她在后宫当牛做马，没想到她竟然能下如此的毒手。将军，贵妃被皇后毒杀，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她知道了她不该知道的事。殿下，臣女她知道什么了？竟然要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。3年前，本王带军出征，中途惨遭埋伏，力战被擒。可这埋伏就是皇后一手安排的，但她并没有杀本王，而是将本王囚禁在冷宫的一口深井里，对外宣称本王战死。这一关就是3年。贵妃娘娘知道了这件事，以此要挟皇后，皇后才杀人灭口。殿下，臣女死得冤呐！将军，本王今夜请你来，是本王要杀入皇宫，亲手揭开皇后的真面目，给自己一个公道，也给贵妃娘娘讨一个公道。将军，还请你助本王一臂之力。殿下，皇后害死了我女儿，从今天开始，臣这条老命就是殿下的。不杀皇后，誓不为人。我薛家军愿追随殿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好，将军请起。有将军这句话，大事可成。原来殿下说的最后一步是薛将军，皇后杀了薛贵妃，等于把薛家推到了皇后的对立面。这一步棋不是殿下走的，而是皇后自己走死的。今晚你就留在这里，明日随我进宫。是。娘娘，奴婢没能抓住沈渊。起来说话。他被太子救走了，奴婢亲眼看见太子从天而降，一剑击退了咱们的人。萧诀，他倒是来得及时，想不到这沈渊竟是他的人。当初本宫就不该为了留后手，没有直接弄死萧诀。娘娘，沈渊知道您杀了薛贵妃，太子也知道。若是他们把这件事情传出去，怕什么？娘娘，本宫筹谋了20多年，会怕一个太子？萧诀以为他能逃出那口井就万事大吉了，可他不知道朝堂早就不是3年前的朝堂了。娘娘的意思是，皇上的身体日渐病重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是本宫在他的膳食里加了东西，不多，每天一点点，日积月累，他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娘娘，您这是要……本宫要做的，从来不是当一个皇后。本宫不能生这件事，已经瞒了所有人20多年。当年本宫入宫的时候，太医告诉本宫，本宫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。你知道本宫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觉吗？本宫觉得天塌了，一个不能生育的皇后，在这宫里就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。皇上会废了本宫，朝臣会弹劾本宫，所有的人都会踩到本宫的头上，柳家也会被万人唾弃。所以娘娘所以本宫才借薛贵妃之手除掉那些怀了孕的妃嫔，安妃，还有那些你没听说过的名字，她们都怀了，可都没能生下来，也包括薛贵妃自己。她可真是傻得可爱，当年为了向我表忠心，竟狠心流产，结果药流没做好，就再也不能生了。只有贤妃，本宫没能拦得住，
她生了太子，自己也难产死了。本宫一直后悔，当初那些补品应该再多加一些分量。娘娘，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本宫既然不能生皇子，本宫就要自己当皇上。皇上，凭什么男子才能当皇上？我们女子哪一点不如他们？他们能坐在龙椅上指点江山，女子就要在后宫争风吃醋，等待垂怜。本宫在这深宫里看了20多年，那些男人哪一个比本宫强？皇上优柔寡断，朝臣勾心斗角，太子年轻气盛，他们凭什么坐在上面？而本宫又凭什么跪在他们脚下？本宫比他们聪明，比他们狠，比他们更知道这江山该怎么治。本宫缺的只不过是一个机会，一副能生皇子的肚皮。既然天不随人愿，那本宫就自己逆天改命。男子能做的，女子也做得了。本宫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女人当皇帝并不比任何男人差。所以娘娘才敢今晚直接对薛贵妃下手。薛贵妃知道废景的事，她必须死。她的死也是本宫计划的一步。太子假死的这3年，朝政早就由本宫暗中把控了。6部尚书有一半是本宫的人，各地封疆大吏有一半听本宫的调遣。皇上他只不过是个傀儡，坐在龙椅上批阅本宫替他拟好的奏折，说着本宫教他说的话。今晚回去，本宫就给他下副猛药。猛药？明天一早，皇上就会一病不起，到时候本宫就以皇后之尊垂帘听政。6部听命，禁军在手，这大燕的江山就是本宫的了。那太子呢？一个死了3年的人突然冒出来，谁会相信他？就算是有人相信，本宫可以说他是假冒的。这天下本来就不是谁有理谁就能坐得稳的。娘娘英明。红袖，你跟了本宫多少年了？回娘娘，18年。18年不容易，你放心，本宫若是做了天下，不会亏待你。本宫要让这天下的女子都知道，女子也能主宰自己的命运。奴婢这条命都是娘娘的，娘娘去哪儿，奴婢就去哪儿。走吧，回宫，今晚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本宫等待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，终于要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龙体欠安，特命皇后娘娘代理朝政，百官跪迎。臣认为不妥，后宫不得干政，阻滞皇皇，岂能废之？李大人所言极是，皇后娘娘垂帘听政，与理不合。李大人王御史，此言差矣啊！圣上龙体抱恙，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代为执政有何不可呀？前有吕后、吴后，那皆是一代女杰。晋王说得对，皇后娘娘贤德仁厚，带领朝政这么多年，哪件事不办得妥妥帖帖？微臣看来，满朝文武没有几个能比得过皇后娘娘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众卿不必再争，本宫只不过是替皇上分忧，等皇上龙体康复，自当归正，此事不需在意。娘娘英明。娘娘英明。众卿平身，
谢娘娘，谢娘娘。且慢！太子殿下，他不是三年前他就……本王没有死。3年前，本王带军出征，遭遇埋伏，被皇后囚禁于冷宫深井之中，以对太子之死大不敬的命人往井中投石3年。什么？皇后娘娘竟……殿下此言当真？薛将军可以作证，皇后的罪行不止于此。没错，老臣的女儿薛贵妃昨夜被这皇后毒杀，而且多年以来，这妖后还一直暗中偷偷的给皇上下毒，致使皇上龙体日渐衰败。放肆！萧诀，你一个死了3年的人，如今突然冒出来，还自称太子，有何凭据？薛振山，你女儿死了，你悲痛欲绝，本宫可以理解，但你也不能血口喷人。这是父皇亲赐的太子金令，天下仅此一块。皇后，你可认得？一块令牌能说明什么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假冒的？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来人，本宫让你们把他给我拿下！皇后，你不用啊，这宫里宫外已经被本王的人包围，你的禁军有一半是薛将军的军，昨夜已经倒戈，剩下的一半见大势已去，都降了。你早有预谋，本王不过是提前了一步。皇后，你束手就擒吧。哼，束手就擒？本宫筹谋了20年，岂能栽在你一个毛头小子手上？你怎么？皇后，没想到吧？萧诀他从废井逃出后，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朕。你一直在装病。朕是有病，但不是因为你下的毒。朕早就知道你在朕的膳食里动了手脚，朕只是想看看你到底能做到哪一步。原来你们父子俩早就串通好了。皇后，你毒杀贤妃和薛贵妃，囚禁本王，毒害皇上，把持朝政，意图谋反，桩桩件件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本宫输了，本宫筹谋了20年，到头来却输给了你们父子俩。来人，把皇后押下去，听候发落。萧诀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这皇位坐上去容易，可坐稳难。本宫就看着你的下场。后宫女人争宠，真的只是皇上的恩宠吗？不，他们真正想要的，其实是皇上所代表的权力和地位。这一点，原来只有皇后看明白。太子萧诀忠勇可嘉，隐忍3年，终于揭穿了皇后的真面目，保全了社稷。朕今日宣布传位于太子萧诀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儿臣叩谢父皇。起来吧，朕累了。这江山传到你手上，朕也就放心了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事。说，这位沈渊姑娘在儿臣被困废井之时，曾给儿臣冒死送水送粮，救命之恩，儿臣没齿难忘。她的父亲是3年前被靖王举报谋反，满门抄斩的沈怀书。靖王，你可知罪？太子殿下，此言何意啊？皇叔不太懂。听不懂？3年前你举报沈怀书谋反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案子办得又快又狠。可本王查了，你的那些人证是你花钱雇的，那些物证是你派人伪造的。你为什么要杀沈怀书？因为他在朝中多次弹劾你，圈占民田，纵容门客，横行乡里。他挡了你的路，就要他死，好一个亲王手段！这是你和所谓的人证来往的书信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，要本王当众给你念一念吗？皇上，
臣弟该死，臣弟也是一时糊涂啊，皇上。靖王，朕对你不薄，你竟然做出谋害忠良之事。皇上恕罪，太子殿下恕罪，臣弟就是糊涂，一时糊涂啊。你害沈家满门抄斩，不是一句一时糊涂就可以弥补的。父皇，儿臣已经查明，沈怀书谋反一案，纯属靖王诬陷。沈大人一生清廉刚正，对父皇绝无二心。儿臣恳请父皇为沈家平反昭雪，追封沈大人，赦免沈家女眷。准奏，追封沈怀书为1等忠烈公，赐金头下葬。沈家女眷赦免奴籍。沈渊赐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顷，一张奇功。臣女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沈渊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罪臣之女，不再是冷宫宫女，你是沈家的骄傲，是本王的救命恩人。至于晋武，你诬陷忠良，害沈家满门抄斩，按律当斩。来人，将靖王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皇上饶命，太子殿下饶命啊！皇上饶了臣弟吧！皇上，你饶了臣弟吧！皇上。从冷宫废寝到至金銮大殿这条路，我和他都走了3年，如今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殿下，又只剩我们2个了。这里一点都没变。3年，我在这里面听着上面的动静，脚步声、说话声，还有石头落下来的声音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当时我每天都往里面扔石头，也不知道里面的人是你。但你每次扔的都比别人轻，扔完还会悄悄叹气。我以为又是哪个可怜的妃子被皇后折磨了。你还认得这个吗？这不是我娘留给我的簪子吗？当时我拿它跟陆公公换了金疮药的。小陆子当初出宫就把它当了，我派人找了好久才找到。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它了。你娘留给你的东西不能丢。殿下今日来找我，不光是为了给我还簪子吧？我们从这里开始，所以朕在这里问你。问什么？沈渊，父皇要把皇位传给我，你愿意做我的皇后，跟我一起管理这大燕江山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萧杰的皇后。